世界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才成了路。但有的人他不走路，他修轨道。当中国一众茶饮品牌还在卷价格、卷联名、卷补贴的时候，霸王茶姬突然一个转身，直接开启了茶文化博物馆。别人卷流量，他卷传承；别人做饮料，他做文化。现在还在中国香港搞出了一个超级大新闻，全球最大门店霸王茶姬超级茶仓正式开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霸王茶姬搞这么大的阵仗，到底图什么？是要卖更多的茶，还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？如果说之前的动作像是在一张棋盘上不点，那香港这一子就显得有点不一样了。香港这个地方本身就不是普通市场，它是文化与资本的中间地带，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桥头堡，吸引的是来自全球的高净值消费人群。在这里开一家超级茶仓，不只是为了多卖几杯茶，而是要让茶这个从中国发源的文化符号重新走上世界的舞台。走进这家店，你能感受到一种很反卷的气质。别人做门店是想尽办法打卡图片，他直接在店里造了一棵巨型的世界茶树，一楼的主题叫纵横万里，灵感来自茶马古道。要知道，茶马古道在古代是茶叶从内地运往世界的通道，是文化互通的象征。霸王茶姬造这棵树不是为了好看，而是在表达一种志向：茶从中国出发，向世界流动；文化从东方出发，被世界理解。再往上走，2楼的楼梯间悬挂着茶经的装置艺术，主题名为千年茶史。这里能看到茶从煮、煎、点、泡到萃的演化过程，等于是把几千年的饮茶文化做成了一场可以体验的展览。像陈皮六宝茶、顾主紫笋、碧山墨茶、闽北松烟、小种，这种平常不可能在连锁茶饮店遇到的东西，霸王茶姬通通给你安排上。可能有人会问，这样搞有必要吗？你卖茶就卖茶，做这么复杂，是不是有点装啊？恰恰相反，霸王茶姬现在做的才是中国茶文化该有的仪式感。你看，星巴克卖的明明就是咖啡，但他强调自己卖的是生活方式、第三空间。你去星巴克不是为了一杯美式，而是为了坐在那里的感受。那霸王茶姬现在做的就是要给中国茶创造一个新的第三空间。喝一杯茶不只是消费，而是一次茶文化的体验。在产品上，这种理念已经潜移默化。比如它的爆款伯牙绝弦，名字出自中国古代的高山流水的典故，顾客喝到的是茉莉绿茶的香，但是品牌想传达的是知音的情。贵妇兰香，单从字面上来看，就能让人感受到桂花与兰花的香气，是中国人特有那种香而不艳的含蓄。在山东，它跟卢锦合作推出非遗包装；在广东，它从醒狮文化中提炼出干、湿、急的元素做联名。它的每一步不是营销，而是文化传播。它的茶不只是液体，更是一种叙事。对于很多在外地、在异乡，甚至对茶本身不怎么了解的年轻人来说，这种体验可能成为他们与茶文化的第一次深交。这种第一次有可能决定他们是否愿意把茶文化当成生活的一部分。而从更大的格局看，香港超级茶仓的落地是一种信号，其意义不在于这家店能卖多少杯茶，而在于它能不能让茶文化这个东西被世界重新认识。这背后其实是中国品牌的文化自信。过去10年，我们在互联网、在制造业、在新能源上都很强，但是在文化输出上，我们还缺一点东西。为什么日本的抹茶能卖遍全球？为什么韩国的泡菜能够形成文化的符号？关键不是产品，而是他们把文化现代化了。而霸王茶姬在做的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样本，它不是去复古，而是把古老的东西变成今天年轻人能理解、能参与的形式。当代人进店喝一杯碧山墨茶或者是陈皮六宝，这不是复古潮玩，而是让传统重新变得有温度、有参与感。2024年底，香港特首李家超也在公开场合表示，希望霸王茶姬能够以香港为示范地走向国际。这句话的分量很重。你想啊，可不仅是政府支持卖新茶饮，而是希望它能够代表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。这已经不是品牌的生意，而是文化外交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再重新回头看一下整个新茶饮市场。内卷到现在，大家拼价格、拼联盟、拼噱头，表面在变，实际上都没有走出消费品逻辑的框框。而霸王茶姬这条路却是在往文化品牌的方向走。可能有人会觉得霸王茶姬和多年前的星巴克干的是同一件事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两者的差异可谓是天差地别。前者是对咖啡文化的传播，后者则是对茶文化的传承。霸王茶姬走的正是一条独属于中国、浸透着千年茶香的新路。它不靠明星代言，也不靠短期爆款，而靠长期的文化积累，靠产品去塑造认知，靠体验去深化情感。这里是帅圈财经，一个有温度、有深度的财经博主，欢迎大家关注，主页有更多精彩视频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